Hello，大家好呀！本期视频呢，我来教大家如何在红龙里暴揍日本的装甲教导营。在潘登纳罗达峰的战役里呢，这个装甲教导营装备的90式坦克可以说是很多玩家的噩梦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兵工厂里看到它的数据呢，召唤它需要的点数是170点，和美国的这个顶级的 M1A2 艾布拉姆斯的180点几乎是一样的。然后他们的火炮呢也都是一样的，莱茵金属的120毫米火炮，射程也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是呢，这个90式坦克的这个射速我们可以看到是12发每分钟，因为它有这个自动装弹机，所以它是5秒一发。而这个 M1A2 呢是黑叔叔装弹机，是9秒一发，并且自动装弹机的优势呢是它在战场上不会受到这个成员组状态的影响。假如我们这个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炮火攻击的时候，成员组可能会陷入惊慌失措。这么一个情况下，黑叔叔装弹机就会停止工作，在那儿嘤，进而导致整个车主陪他一起挨打。而90式的自动装弹机呢，只要没被打坏，它就能在被重火力压制的情况下持续工作。而且在防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90式坦克的正面是20，侧面是9，跟这个埃布拉姆斯的区别不是很大。所以这家伙非常的强力啊！然后怎样才能轻松的打掉它呢？在这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纳罗达峰的战役。好，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第0回合了。然后首先呢，我们第0回合是有一些点数的，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叫一个这个海军部队在我们这个防御区的 U， 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海军部队在北边了，但是它对这个90式这块地方没啥用，因为它有舰载机，但是它飞不到这个预防，就是90式装甲教导营所在的这片战区，它给我们提供不了这个空中支援，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所以我们只能再叫一个航母群，并且这个就是直升机部队啊，也只有在这个航母群这边，就是新叫的这个航母群这边才能召唤。然后这里我们得注意一下，我们要选这个第319直升机团，它是一个专门的这个攻击直升机的团。我们把它叫出来之后呢，可以让它飞到这儿，但是也无所谓。然后我们第1回合就可以跳过了，因为我们这个大阪的这个地面部队啊，它在第1回合是无法到达这个预防的。它第1回合有点可能是还没有准备好吧，还在休整，所以我们得跳过这个第1回合，并且我们跳过这个第1回合的时候呢，这个 AI 也是不会发起进攻的。然后第1回合过了之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 BMP， 也就是这个第9步枪兵团，我们把它调到这边。然后这个坦克呢就没有必要让他们过来了，因为这坦克都是 T72A、T72B， 他们的这个穿甲能力只有最高也就是18点。这个 T72B 最高的穿甲能力也就是18点，它是无法击穿90式的正面的，所以让它来了也是白给。我们就把它推到正面，让它去对付这些74式。当然这个往这边推就不是我们本期要讲的内容了。然后这里呢，我们再把这个攻击直升机团给叫过来，就可以发起这一波的对这个装甲教导营的讨伐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要等这个步兵团过来呢？是因为如果我们直接让直升机突袭的话，这个通往大阪的这个道路是会被敌军占领的，因为我们直升机团是相当于是空降嘛，突袭，所以它只能在这个地图中间复活，没法在这个大阪这边复活，就导致我们没有增援可以叫出来在后面，所以得等这个步兵团到，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这一次的战斗了。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战斗的界面，这里我们把这个 FOB 给拖到这个后面来。我们的直升机没有弹药和油料的时候，还是可以来这里补给一下的。然后这个米4呢，就是我们的指挥单位，把它放在这片树林的中间，这里正好有一个环形的把它包围在里面，这样敌人发现不了它。然后由于我们地图中间这个叫安娜的战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所以我们的直升机可以直接部署在这儿。这里上来就把8架这个米24P 给叫出来，然后再把这2架米24VP 给叫出来。
你们注意不要叫成这个米24V 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米24V 它装备的是火箭弹，还有这个针式的是空对空导弹，是用来打直升机的。我们把它叫出来没用。然后在这儿侦察这里呢，还有一架米24K， 它是可以给我们提供视野的，把它也叫出来。剩下95点呢，我们就直接不用了。然后开始之后呢，我们上来按框选着所有的单位 Ctrl+1， 就是给它编组。这样我们在没有选择它们的时候呢，直接按键盘上的1就可以快速的选择到它们。然后这里把这个右下角的这个武器给关闭，然后显示队形打开，把解散给点了，这样它们就会变成分散的这么单个的直升机。如果不解散的话，它们是两编组，这样在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2架飞机离得很近，就会同时受到这个伤害。然后为什么关闭武器呢？是上来这里有一波这个敌方的这个军队，如果我们不关闭武器呢，他们会朝着这些敌人的战车开火，就会把这些弹药给浪费掉，我们就没法用来突袭敌人后方的这个其他的单位了。就是上来把弹药都浪费了，我们在突袭敌方的大本营呢，这个就没有弹药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敌人有一些车，它是往我们的那个老家去的，有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指挥用的米4给打掉，所以我们指挥一下米4让它逃跑。然后这边就把这些攻击直升机给右键这么一拉，让他们排成一排，这样指向敌人。然后等到快到位置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关闭武器给点掉，让它直接攻击这个树林里的30指挥载具。这就是敌方的这个指挥车，直接把它点掉之后，敌人就叫不了任何的增援了。然后这下子呢，敌人就废了，他在战场上就只有这么多单位了。然后这里剩下的一堆我们都可以不管它，我们往这边拉。往这边拉，可以看到一些本来是冲着我们大本营去的90式，看见他们老家失火之后呢，也开始往回撤了。然后这里地点还有一个敌方的指挥载具，应该是在这个树林里，它固定，一般情况下都是固定在这个树林里的，大概是这边的嘛。哦，这是90式，我们得找一找啊，一般这边是一台74式指挥坦克会躲在这个树林里，我们稍微往前靠近一点，然后在这边，然后立马命令所有的直升机朝它开火。好，把它打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这个中间走了。可以看到这个 center 这边敌人控制的区域瞬间就变白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让这个区域的指挥载具赶快往他们家跑，想把他的这个家给占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往这边移动，可以跟他们撞个正着。往这边移动的同时呢，记得把这个直升机给拉成横的，这样他们能控制的，就是正好把这个路给拦死。他不管是从左边走还是右边走，都必定会被我们发现啊。看一下他现在在哪儿？他跟我们躲猫猫呢，这个 AI 还是挺聪明的啊。往这边往前去一点，他可能会躲在这个树林里，反正是不是城里就是右边的这个树林里。哎，看到没有？他跟我们反着来啊！他看我们这边走不通，他就往大阪那边跑，想占领大阪那边的区域。赶紧把这个直升机拉上来。反正他一个轮式的这个小指挥车，无论如何是跑不赢我们直升机的。然后这里他已经被我们的这个蜂巢火箭弹给击中，好，瞬间爆炸。然后我们本次的这个讨伐这个装甲教导营的任务呢就完成了。这里可以看到敌方的第32步兵团被摧毁，然后这个什么东方工兵营吧，应该是也被摧毁，还有这个装甲教导营也被摧毁。然后这里往下拉呢，可以发现我们没有损失任何的单位啊，我们这一堆米24P 直接就相当于是无伤，把这个玩家噩梦般的这个16台90式给摧毁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位于预防的这些敌军单位呢，瞬间全部爆炸，变成了黑色的。其实呢，这就相当于是攻击直升机的正确战术吧。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去和敌人打消耗战，直接飞到敌人的后方干掉他们的指挥单位，然后剩下的那些军队再多呢，他们也会陷入一片混乱。而且在控制了这个预防的机场之后呢，我们这个攻击直升机就可以直接飞到南国，也就是四国岛这边去打击他们这边的这些支援单位。可以看到这边敌人的这些前来支援的这些部队啊，也是没有防空单位的，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那个战术不停的复制，很快就能将四国岛的守军给击溃。然后这里部署的这个步兵团呢，让他们来这个地方也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装备的有4台这个比留萨河。我看这玩意儿明明和那个石勒喀河是差不多的，但它叫比留萨河，应该是石勒喀河的升级版吧，它的威力应该会更强大一些。把它部署在这儿呢，是因为敌方的一些这个空突单位，这个空挺团呀啥的，他们是可以从这个四国岛直接飞过来的，所以把他们部署在这儿呢，它的这个比留萨河防空车也可以在后续的这个防御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是把这个坦克营部署过来的话，只有2台通古斯卡，这个通古斯卡是比比留萨河强，但是只有2台，这个数量还是太少了。所以一开始我们让这个步兵团前来支援也是有这么一个道理的。好了，我们本期的这个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一期实际上更有点像什么实况攻略的内容，我估计可能播放量也不会太高，但如果您是一个红龙玩家，并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还请多多3连。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我攀登这个纳罗达峰的话呢，本期点赞过3000，我就出这个系列的实况。好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